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老李头测评。今天为大家带来真的是非常新鲜热乎啦！昨天7月3号 ，Hot Toys 发的这个出货预告，今天上午11点，旗舰店已经发短信通知补款了，就是这一个来自诺兰蝙蝠侠3部曲当中的反派稻草人，这也是 2.0， 之前也出过一款稻草人，所以这一个是 2.0 的版本。演员基里安·墨菲饰演的这个稻草人，这一个说实话，我不管是看官图出货图，或者是拿到主体以后，这一颗面雕，包括整体的配件，包括整体的素质，是我近期开箱 Hot Toys 公司里面，我个人觉得是最好的一款，没有之一。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来瞧一瞧。首先，整个主体我已经拿出来了，整个版型包括身形，我觉得做的都是非常到位的，没有多大的问题。裤子跟整个西服的这个质感也还行，就是出厂的时候会有很多这种脏脏的污渍可以擦得掉，问题不大。整颗的头雕我觉得是精髓，这次的头雕是真不错。来，我们镜头来拉近来看一下，出厂时候厂家就给你调了一个稍微往上，眼球稍微往上调了那么一点点。这一颗面雕说实话，我觉得相似度已经达到了我心目当中的9分以上，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面雕了。你说它眼球最早咱们都知道 HT 容易把眼睛做大，但是我觉得这一款眼睛刚刚好，非常到位，包括面部的一些细节纹理，包括额头，我觉得非常还原演员的本身，包括演员演出的这个稻草人，我觉得都是非常不错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胶发，这次胶发也是工艺在线，没有任何的这问题，我觉得根根分明。包括这次可动眼是开后脑勺，但是这一次后脑勺的这个开盖又隐藏的非常好。我们来看一下看到没有，左边两边会有一个头发发梢的一个衔接，所以你在磁吸附上去了以后，这个发缝基本上是看不清楚的，所以很舒服。你说唯一会有一点点比较可惜的呢，因为它是整个脖子跟头雕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导致它的这个头会有一点点前倾。咱们来看一下，这是基本上所有的脖头一体的头雕都有的一个问题吧，就是脖子会往前倾。如果你想给它往上掰的比较正，那它的这个头就是往上扬的了，是一个仰视。这就比较可惜如果是脖头分离的话呢，会稍微好一点点，但是侧面看会有一个穿帮点，所以取舍一下就看个人喜好了。我觉得都无所谓，实际上，因为你摆正面造型稍微斜一点的话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颗头雕我给9分，非常不错，不只是角度限定，它是任何角度都没有问题。OK。好，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整体的这个西装的质感。整个西装的质感这一次也是做的摸上去非常舒服这个材质。整个素体也是里面会有一些填充物，身材也是比较的小胖一点没有说做的很瘦。整个素体都是有做填充，包括大腿里面，手臂是没有的，所以整个身形看上去比较舒服，就是感觉稍微腿好像短了那么一点点这个比例整体的这个线条比例的话，我感觉腿稍微短了一点。这个我没有去对比电影当中可能电影当中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个人的审美来说的话，如果能腿再高一点点就舒服很多了。整个衬衫非常硬，质感也非常不错。领带这一端可以看到背后是有一个磁铁的，所以不用怕它会凌乱，没有任何问题，可以磁吸在上面。而且本来就做了一个斜面的一个处理，没有做得非常正。皮带来看一下，肯定不是真皮摸上去还是非常不错的，金属的这个质感的扣子也是做的挺还原的，裤子魔术贴没有任何问题。背部来看一下整个西装的背面也是做的挺不错的，纽扣也没问题。来看一下屁股兜西裤的屁股2个兜，包括
左右两边啊都是正式开口可以去动的。这上面这一块啊是封死的，西装这边来看一下能不能去打开啊，这也是封死的。只有裤子那边，扣子是能塞东西进去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鞋面，鞋面处理包括来看一下袜子，这次连接处也是比较厚，没有任何问题。可以看到袜子也是给它包裹好了，就是稍微会有一点点的缝隙。鞋面也是做了一些做旧处理，细节方面做的非常不错。这是难得啊，我觉得 HTT 可以好好夸一夸的一款作品啊。好，整体的这个造型适配度，我觉得非常满意，头雕也没问题。接下来看一下它的可动。首先，虽然说是脖子跟头雕一体的，但是360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唯一比较可惜的就是上扬跟低头幅度会比较奇怪，特别是低头，像没脖子一样啊。左右侧头也比较可惜，这种可动会比较差一点点，但一体性跟感官会更加出色。手臂来看一下，在穿了西装的情况下，你看看能抬到什么一个位置，差不多到这里啊。当然你脱掉西装的话，会幅度更大一点。手臂往前举，关节非常紧啊，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往后，手肘，哇，手肘关节相当紧。来看一下，哎，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扣子当心把玩的时候不要去掉了。手型的话没办法，它不是一体臂，所以这边还是会有一点小穿帮。手型这次一点都不油。来看一下纹理细节也没问题，做的还是不错的。但是这个折痕啊太明显了哈。然后看一下胸腰可动，来把衣服稍微开一点点。哦，这幅度还可以，实际上还能再往下掰一点点。没问题的，但是衣服就会小衬衫会掉出来，往后仰的幅度几乎是没有的，掰不动。左右幅度不大，稍微再大一点点它会回弹。左右侧身来看一下，有没问题相对来说没那么紧，比较松，但是不会晃。腿部劈叉只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毕竟西裤比较紧身。大腿旋转没问题，手臂旋转没问题，而且手臂也有往后拉伸跟往前倾的一个幅度，而且比较大。好，前踢差不多90度，屈膝没问题，脚前后左右非常丝滑，而且也不松，没毛病。OK， 随便摆个动作啊，整体这一次整个主体我个人是非常满意的，这款作品是我最近把玩 HT 比较愉悦的，拍起来也比较带劲。好了，主体方面的话呢，我们就迅速的讲到这里了。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它的包装和配件，特别啊，它的配件真的是特别多，我们详细看一看。好了，兄弟们，外包装咱们来瞧一瞧，很灰色的一个外包装，正面就是咱们本次主角稻草人 2.0 的一个形象，旁边会有很多蝙蝠侠的一个标志。背部厂家跟注意事项，依然是一个抽拉式的一个外包装。咱们抽开以后看一下内核背部也是一个经典的稻草人造型，下面会有个公文包，应该配件里面有。顶部也是它的一个标识跟名牌。正面来看一下，哇哦，东西真的挺多啊！特效件、手型、武器、手电筒，哇，还有身份，这打火机啊，打火机还掉出来了，这个包装，咱们来看一下，晃的时候估计掉出来了。头雕，真人头雕，还有3个，哇，还有公文包，这次给的还是非常用心啊，我觉得。好，话不多说，拆外包装，一样是有一个小圆贴，抽开。包装还是挺沉的啊，毕竟东西比较多。这一款我个人觉得是近期 HT 出货的产品里面非常不错的一个作品。好，打开外包装以后来看一下底部的话，依然是说明书，背后这里会有一个背景板，
一个硬纸板。第一层特效件、眼镜、手型、打火机、手表等等等等，非常丰富啊。背后一些地台，也算是给了一个场景地台吧。好了，外包装就是这个样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众多的配件啊，究竟做的如何，然后好不好玩？好了，兄弟们，配件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说明书，这次东西比较多，说明书的厚度啊也稍微多一点点吧。来，打开，首先看一下这一面，一个面罩头的一个替换，可动眼的调节，面罩头也有可动眼，然后一个眼镜的一个佩戴方式，手表、工牌佩戴方式还是非常详细啊。然后来看一下手型，要拔下来再去把这个西装外套给脱下来，然后再把，看一下这边会非常详细啊，会把这个毒气给它绑在腰上，再从手臂这里穿出来，还是非常细节的。你按照说明书上来肯定没有问题，然后再把它给穿上去，然后再加上这个特效件。然后这边是打火机跟手电筒的这个手型配对，还有这个抓取面罩的一个手型。下方这一个公文包，好，然后地台的一个展示安装。下方整个地台组装好了以后的一个样子，啊，这边就是几个注意事项。好了，还是非常详细的，除了可动没有说以外，其他都说了。然后手型的补件2个，经典时尚小地台1个，当然它有场景地台，这个只是普通的，然后搭配上这一个小地台，它2个没办法完全的给它扣上去，只能这样的去给它组合一下。所以如果你放在手办柜里面的话，实际上它的宽度会比一般的经典小地台要稍微再宽一点，也要稍微再长一点点啊。整个深度的话要看了。然后看一下这个造型地台，这次做的还是非常不错啊，可以看到地面的这个细节，包括这次岩石的这个处理，说实话中距离看没有任何问题。我觉得不是之前 HT 做的那种比较糊的岩石，这个说实话真的还行。包括这个管道的破碎痕迹，背部难得啊，做的还是不错的，不糊。然后后面就搭配了一个场景小背板，非常厚，可以去折起来，给它卡在背后以后，来看一下，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啊。整体的高度还是非常高的，跟这个包装盒差不多了。整个高度，如果你需要把这个背景板也要放在手办柜里面的话，确实挺高。好，手型我们来看一下，首先一对握拳手，每个手型都做的不油，而且细节也做的非常到位，这次确实可以啊。一对造型手，又是一个造型手。2个握持手型，手电筒1个，这手电筒不能发光，比较可惜啊，但是做的比较大，包括握把这里也有一些做旧痕迹，中间给了一个小的透明分件，底部也有磨损痕迹，还不错。然后工牌1个，这个工牌还挺细节的，上面的字体也挺还原。然后看一下，我们把主体拿出来了以后，去扣在这儿，应该是扣在这地方，正好给它卡进去。我试一下，看看方不方便。哦，这衣服还是比较薄的，你要卡进去要稍微好，这样就可以了。但它不是非常紧，也不是非常牢固，大致做个样子，摆个造型还是可以的。但你要去
大幅度的去动的话，它就很容易掉下来。然后就是咱们的这个眼镜，灵魂配件，好家伙，这个眼镜而且镜片非常厚，我们来佩戴上去，这个装上去了以后，才能凸显咱们稻草人的灵魂。看看啊，装上去的话，它应该是按照说明书这边里面应该是有2个点位可以正好滑进去。不是非常容易，先卡这边，再卡这边。OK， 戴上去了。那咱们镜头拉远一点，看一下戴上眼镜以后，这个相似度又起码给我增加了几分啊，非常不错，很帅。之前有很多角色是你不戴眼镜不像，戴了眼镜以后呢稍微像一点，像这个，给个大拇指，不错。好，然后来看一下打火机一个，上面会有一个火焰特效键。实际上这个特效键我觉得没有很大的必要啊，做的有点那啥的，完全可以不用。就像之前咱们九龙城寨里面的龙卷风那个打火机，没有特效，火焰特效也是不错的。可动眼的调节器，好，然后就是这个毒气的2个罐子，当中一个弹力绳直接去绑在它的腰部，然后这一根软线直接穿到手上。这根线呢，虽然说不是很细，而且有一点点拉伸的弹性，但是玩的时候也得当心不要去弄断了，这个还是比较容易断的，玩的时候还是得当心的。涂装还是非常不错，而且有做旧的痕迹。小手表一个，小天才，上面字体也有刻画，整个硬胶还是比较硬的，非常小一个，放在手上的话呢，夹在手腕上，而且可以避免一个手型的这个关节穿帮。毒气特效键，开模比较锋利，特别是这边，其他地方都还行，只是下方这里。装上手型的时候，当心不要把这个去磨到自己的这个外层的西装或者是衬衫，很容易勾破的，这个还是非常锋利的，玩的时候要当心一点。最后3个非常喜欢的配件，首先一个面罩，这个面罩是不能穿戴的，就是拿在手上摆造型的，下面的绳子是真实材质，整个面罩都是一个软胶，但是呢很多地方开模比较锋利，而且比较薄，掉地上高处掉下去也有可能会坏，所以也是要当心一点。细节处理非常到位啊，不管是近距离还是中距离、远距离都是非常完美。好，然后2个头雕，这2个面罩头，哇哦，可以看到在背后它也会做一个胶发处理，然后里面也是配了可动眼。这个眼神非常到位，刻画的非常不错，它就是把主体的这2个眼睛给弄上去。虽然说做的很小啊，实际上你不仔细看的话，这个眼神你调的话是看不大出来的，但是它还是给你做了。然后再看一下另外一个，这个也是搭配的这个可动眼，会有个脖子可以拔下来去替换，当中也是背后的一个软胶胶发也有刻画。可以看到这2个面罩区别就是我算它这个是重度战损，这个是一般战损，反正都非常舒服。为什么给了加起真人头雕3个头雕啊？为什么给3个？暗示你三入，或者是你再去配2个主体，我觉得这样也是非常不错的，直接可以来3个稻草人，还是非常帅的。这次头雕我非常满意，包括面罩头。最后一个配件，小公文包，可以打开，打开了以后内部也有这个海绵垫在里面。实际上我看看能不能去放一些配件啊。首先手电筒肯定是放不了，打火机可以去放，打火机可以塞得进去。其他的好像我看一下毒气包能不能毒气包会比较麻烦一点，因为你这样放进去的话，这个线没地方摆。内部细节也是给你做了，还是可以的。合上，
拉杆可以移动，做工还行，整体效果我觉得还是出乎我意料啊，因为我最近对 HT 出的东西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小失望，但是这次稻草人出来，哎，给我一个新鲜感，还是非常不错的。好了，总结一下，这一款现在好像价格会稍微比原价的话稍微涨一点，原价我记得没错的话，官方价是1780，然后现在好像1800、1900啊、2000啊这些价格都有。我觉得这次素质还是做的挺不错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它的价格幅度不会往下走的太低。如果能原价或者是原价的基础上稍微便宜一点点，我觉得也是非常适合入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一款作品。首先配件多，对吧？第二，头雕做的确实不错啊，我个人觉得反正是没毛病的一款作品。好了，本期老李头视频的话呢，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喜欢老李头视频的话呢，还不忘在视频的最后来个1键3连的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OK， 本期稻草人 2.0 开箱把玩就到这里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